我砸锅卖铁承包了快倒闭的红星服装厂，厂里5个8级裁缝知道自己值钱，所以专挑外贸大单开工前夜拉了电闸，逼我交出实权。没我们这几把老剪刀，你明天连片衣领子都剪不出来，等着赔老外的违约金吧。可他们不知道，这场外贸大单，我等的就是他们撂挑子。林厂长，这广交会的1万件牛仔褂，哥几个干不了。明天早上8点开工，布料都已经进库了。王师傅，这时候干不了。你别拿开工吓唬人，满厂子你去问问，除了我们这5个老巴迪，谁懂裁剪？谁会看外商的图纸？林厂长，咱们明人不说俺话，这外贸单子油水多，你吃肉不能连口汤都不给老哥哥怎么喝吧？你想怎么喝？第一，这单子的利润我们5个抽销3成；第二，辅料、铜扣、拉链的采购得我小舅子去办；第三，车间里以后我们说了算，你别拿你那套什么纪律来烦我们。3成利润外加采购权。王师傅，你这是凭手艺吃饭，还是张嘴抢劫？话别说那么难听，没我们，你明天片衣领子都剪不出来。你以为去南方客区逛了2圈，回来就能当厂长了？二麻子，别急，林厂长是个聪明人，这外单要是延期交不上，镇里的赵书记能扒了你的皮。1万件衣服的违约金，你把你家老宅子卖了都赔不起。所以，你们是掐准了今天晚上来逼宫的？这叫商量。答应了，明天哥几个让机器冒火星子给你赶货；不答应，哼，外头想请我们老哥几个当技术指导的私营小厂排着队呢。不用等明天了，就今天。你啥意思？里面的钱是你们5个这个月的满勤工资，还有遣散费，1分不少。拿着钱滚！你要开除我们？林远，你是不是疯了？没了我们，明天这厂子就得停摆。没了你们，明天这厂子才算真正活过来。从今天起，红星服装厂不需要老把式，更不需要大爷。姓林的，你有种！你真以为几台缝纫机自己能跑？我告诉你，出了这个门，你明天跪着求我，老子都不回来。利润我要5成。门没锁，慢走不送，钥匙留下。好，兄弟们，咱们走。我倒要看看，明天赵书记来视察，他林远拿什么交交？全场就剩下那几十个只会蹬缝纫机的老娘们能做牛仔服？做梦去吧！你咋真把王师傅他们赶走了？明天外贸大单就要开剪了呀！完了完了，刚以为厂子有救了，这下全完了。林厂长啊，你年纪轻脾气暴，这衣服哪有没师傅带就能做出来的？大家安静，听我说，王大拿他们走了，红星厂塌不下来。以前厂里靠他们几把老剪刀做一件衣服要半天，现在是87年了，那套破规矩在我这里行不通。可是厂长，我们没学过裁剪啊，外商那图纸跟天书一样。这是啥？这叫流水线标准图。从明天早上开始，红星厂不招全能裁缝。张婶儿，你明天开始只负责缝右边这个口袋，别的什么都不用管。只缝口袋？那我一天能缝200-300个呢？对，春花，你只负责砸铜扣。赵四，你只负责上拉链。我连夜做好了标准硬纸板模具，不需要你们拿皮尺量，拿粉笔画，把布压在模具上，一刀切下去，差1毫米，算我的。这能行吗？这还是做衣服吗？这是工业，只要每个人把手里那一道工序做到闭着眼都不会错，咱们一天就能出800件。从明天起，废除死工资，实行计件，只要质量过关，多做多得，上不封顶。厂长，你说的可是真金白银？明天早上6点，想挣钱的准时到车间领模具，怕担事的现在就可以回家。师傅，都快8点了，林远那小子咋还没来求咱们？装呢，哼，我看他能撑到几点。那帮下岗女工要是能看懂外商的图纸，我王大拿把裁缝剪给吃了，等赵书记一去，他就得吓尿裤子。这是开工了，他哪来的师傅上的案子？厂长，这可是外商的布料，1米好几块外汇呢，真让我们这些没出师的剪啊！王师傅以前裁剪都要点根烟，拿皮尺量上半个钟头的。红星厂的车间里谁也不许用皮尺，用这个。大家看好了，纸板边上画着红线，不需要知道这叫肩宽袖长，你只需要把纸板压平，手里的电剪刀顺着红线推过去，不要犹豫，不要思考，就切直线，听明白了吗？顺着线切，不用量尺寸。对，不要带脑子，只要带眼睛和手。张婶儿，你那边是上拉链，布片上我已经让人打好了3个白点，对准白点，踩下缝纫机，一条直线踩到底，多1毫米都不行。那我试试。规矩我只说一遍，工序我已经拆成了32步，1号案台切左袖，2号案台切右袖，3号负责缝合。你们每个人手里只有一个动作，
做对了拿钱，做错了哪怕偏了1根线的距离，直接扔进废品筐，重做且扣除这一件的机件费。现在机器转起来！听说了吗？林远疯了，3天，整整3天，做出来的残废品堆像小山一样高。可不嘛，我让我媳妇偷偷去后院看了一眼，哎呦喂，那羊布被剪得跟狗啃的一样，领子缝歪的，袖子一长一短的，全给扔废品筐了。这就是不懂行的下场。做衣服是门艺术，是手艺。他以为画2块破纸板，找群农村老娘们就能当裁缝。赵书记今天下午要去视察，我看他怎么兜着走。1万件的单子，他连100件合格的都拿不出来。师傅，那咱们是不是可以准备回去接盘了？到时候利润咱得要50%，让他林远给咱们端茶倒水。林远啊，林远，你这是胡闹！这可是外汇单，你看看你糟蹋了多少好料子。王大拿他们虽然脾气臭，但活儿好啊！你去服个软，把人请回来行不行？赵书记，这些废品是我立规矩的代价。规矩？你拿国家的布料立规矩？现在1件成衣都没下线，外商下个月初就要验货，你拿什么交差？王大拿他们一天最多做2件，他们5个人就算累吐血，1个月也只能做300件。赵书记，您告诉我怎么交？这总比你全做成废品强。您自己看。第1天，他们作废了300件，第2天作废了100件，今天上午，废品率已经降到了不到50件。赵书记，您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？这意味着肌肉记忆已经形成了，不需要懂裁剪，他们的手已经变成了机器的一部分。第200件合格，下线。这只是半天的产量，到今天下班，产能会突破400件，明天就是800件。这就是工业化的力量，这就是标准作业。只要这套规矩在，红星厂就是一台印钞机。你小子是想在咱们镇上搞个工业革命啊？今天是周末，我林远说过的话，一口唾沫一颗定，不发死工资，按计件发钱。财务，念名字。春花，本周裁剪合格件数3200件，单件提成2分钱。周薪64块。多少？你是不是算错了？我一个临时工，我男人在矿上干1个月才40块啊！没算错，这就是规矩给你的回报。你手最快，废品最少，这是你应得的。你的好日子就还在后头。厂长，我会继续努力的。张婶儿，上拉链合格2800件，周薪56块。赵四，周薪48块。师傅，出大事了！慌什么？赵书记把林远撤职了？不是，红星厂今天发工资了。那个叫春花的村姑，1个星期挣了64块钱。林远不仅没死，他车间里今天一天做出了800件成衣，一模一样，针脚比咱们手工缝的还齐整啊！放屁！这绝不可能！千真万确，现在镇上那些下岗的、待业的全疯了，大半夜堵在红星厂门口，要报名进厂当学徒呢。师傅，咱们是不是被时代给抛弃了？林远，好你个林远，断老子的财路是吧？流水线，我让你流！二麻子，去联系你表哥，咱们自己开个作坊，顺便去镇供销社把做牛仔服的黄铜扣子全给我包圆了。我看他没扣子做出来一堆破布，能卖给谁？正宗的广式水洗牛仔褂，只要15块钱一件，走过路过不要错过。这可是咱们红星厂出来的老8级师傅亲手缝的，纯手工艺术，比对面街那个让农村老娘们瞎搞的厂子强100倍。这布料咋摸着有些拉手呢？还掉屑，你看我手都蓝了。大姐，您这就外行了不是？这叫原浆水洗，现在特区那边就流行这种狂野的风格。您买回去过2遍水，保准又软又亮。您再看看这走线，老裁缝30年的功底，能错得了吗？给我拿2件，管它掉不掉色，这可是牛仔褂，穿出去多有面子。听说红星厂现在全是一帮连皮尺都不会用的学徒在瞎搞，做出来的衣服穿上能死当，还是老法师靠谱。
师傅高啊！咱们这半个月卖出去快2000件了。林远那小子天天关着门搞什么流水线，咱们在外面把他的名声搞臭，把本地市场吃干抹净，看他那外贸单子做完怎么活。吃干抹净，这算什么？我今天还要教教他，在这红星镇到底是谁说了算。他那外贸单子，我保证他一件都交不出去。按照这个速度，距离交期还有5天，我们就能提前完成1万件的任务，甚至还能多出200件的备用余粮。林厂长，扣子，黄铜扣子没了！怎么回事？昨天库房不是还有3000套吗？厂长，出事了！昨天就该送来的最后一批黄铜主扣和5斤壮钉，到现在都没送来。我刚去仓库看了，一颗扣子都没了。供货商是谁？是镇西头的钱老板，咱们红星厂10来年的老关系了。这批扣子是外商指定要的15毫米纯铜做扣，整个镇上只有钱老板集床能压出来。我早上打过电话，那边说是机器坏了。等我回来，车间先做裁剪和缝合，把半成品囤起来。哟，这不是咱们镇上大名鼎鼎的林厂长吗？什么风把您这尊大别吹到这破5金厂来了？钱老板，合同上白纸黑字写着，每个月15号交付5000套黄铜扣，今天是18号，我厂里还差3000套，货呢？哎呀，林厂长，这真是不凑巧。前天夜里电网跳查，我那台冲压机的主轴烧了，这修机器少说也得10天半个月，真不是我不给你供货，是老天爷不赏脸啊！整个红星镇都知道，你钱老板有3台备用机床。备用机床早当废铁卖了。林厂长，反正我现在是拿不出货，你就算是去法院告我，我也变不出扣子来。你要是实在急，要不你跟王师傅商量商量。林远，别挣扎了，老钱是我亲连付，没我点头，你在这方圆100里内1颗黄铜扣子都买不到。所以这是你布的局？是你先绝我们的后路！你以为搞个什么狗屁流水线就把我们老哥几个踢出局？做梦！在红星镇做生意靠的是人情，是人脉，是规矩。现在那7000件半成品就烂在车间里吧，违约金能把你活活逼死。不过嘛，你要是现在跪下来，给我磕3个响头，然后把红星厂50%的股份转给我，再恢复我们5人的职位，外加开除那些没规矩的临时工，我就让老钱连夜开机，把扣子给你补齐，怎么样？钱老板，我再确认最后一遍，你确定今天交不出货，对吗？交不出，天王老子来了也没有。好，钱老板，你刚才说做生意靠的是人脉和你们的旧规矩，今天我教教你，什么叫现代商业的底线。若宋方未能按期交付特定定制辅料，导致须商外贸订单违约或停工，须商有权立刻终止合同，并要求宋方按照单日停工损失的200%支付违约金。3天未交货，即构成根本性违约。吓唬谁呢？在这镇上，这几张破纸就是擦屁股的纸，你去告啊，法院立案还得几个月呢，你等得起吗？这张纸不是给镇法院看的，这份合同当初是在市外贸局备过案的，因为这笔单子挂着创汇指标，你断的是国家的外汇任务，我不用等你几个月，我今天下午把这份备案交上去，市局的封条明天早上就会贴在你的机桥上，你这厂子直接拿去抵债。市外贸局备案？你当初订合同的时候怎么没说？这是流水线的供应链风控，对付你们这种随时可能卡脖子的作坊，你以为我会不留后手？现在准备好卖厂子赔钱吧。李远，你少在这装腔作势，就算花了老钱，你没扣子就是时间来不及了，你的衣服还是交不上，我们大不了一拍两散，你也得死。谁告诉你我只认识红星镇的人？喂，老雷，是我，林远。林总监，你这大忙人怎么有空打给我？听说你回老家当土皇帝去了。不废话，江湖救急，我要1万套15毫米纯铜做旧扣，带双排撞钉的，另外再加3000条 YKK 的重型黄铜拉链。YKK， 老林，那可是高级货，你们那乡镇厂子用这么好的物料，成本压得住吗？别人违约送我的钱不用白不用，我要现货，立刻调库，走绿皮火车的特快托运，3天内必须到红星镇火车站，运费我出3倍。痛快，还是你林总监做事有魄力，3个小时后发车，保证误不了你的外贸单。退钱！
什么狗屁红星厂老裁缝的手艺，黑心肝的奸商！大家看看，我才过了1次水，这衣服不仅掉色，染了我1盆衣裳，这袖子还缩水了1大截。还有这尺码，我买的是大号，结果这肩宽连个半大小子都穿不进去，腋下紧的勒肉，腰身却肥的能装下一头猪。你们这是拿闭着眼睛剪的布糊弄鬼呢？这是手工误差，老裁缝讲究的是意境。退货的太多了，咱们账上钱根本不够退的。真正的工业齿轮，这才刚刚鸟合。史密斯，李工，林远，你今天可千万别给我掉链子，这可是市里挂了号的创汇单，要是这群娘们做的衣服被老外挑出毛病，咱们全镇都得跟着吃瓜落。赵书记放心，规矩之下没有次品。林厂长，我跑遍了全国上百家乡镇企业，像你这样赶走全厂8级工，全用连1天缝纫学校都没上上的村妇来做外贸大单的，你还是头一个。你胆子很大，但外贸不看胆量，只看质量。李工，史密斯先生，废话不多说，货全在里面，整整1万件，加上200件备品，你们可以随便抽检，任意开箱。如果有1件出现你们所说的手工误差，我林远今天就让出这个厂长的位置，违约金我个人全赔。拆这3箱，拿中间的货。李工，是不是尺寸不对？哎呀，我就说这些临时工没个准信。闭嘴！林厂长，你到底是怎么做到的？什么怎么做到的？这5件衣服是随机抽的，对吧？他们的肩宽、袖长误差，竟然全部控制在2毫米以内。我干了10年的进出口质检，哪怕是上海滩最顶级的国营大厂，批次误差也至少在5毫米左右。你这简直就像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。还有这针脚，1寸正好8针，绝不跳线，绝不歪斜。老天爷，这没有30年的功力，怎么可能做到每一件都一模一样？不需要30年功力，只需要30天的肌肉记忆和一套绝不允许任何自由发挥的 SOP 流程表。Oh my god, this is YKK and heavy brass？ 这外商要求的是普通铜扣和铁质拉链，你竟然全部换成了特需最高格的 YAK 重型拉链和纯动作旧扣。林厂长，你疯了吗？这辅料的成本 Y10K 加工费还要高啊！你这是在倒贴钱做这单生意。首先，这批顶级辅料没有花厂里1分钱，是镇上某位不守契约的黑心供应商用他的违约金替我们买的单。其次，我想让史密斯先生明白一件事，我们红星服装厂不只能做廉价的代加工，只要你们给出标准，我们就能用最高效的工业流水线做出超越你们预期的顶级成衣。 Perfect, absolutely perfect. Mr. Lin, you are a genius of industry. 不用验了，全部面检通过，我要直接摆进纽约曼哈顿的百货商场。好小子，好小子，你给咱镇上立了大功了啊！林厂长，林厂长，王师傅，这是干什么？林厂长，我错了，我老眼昏花，我被猪油蒙了心，我不该在开工前夜断您的电，不该伙同老钱卡您的货。林厂长，我听说外商又给您下了10万件的单子，厂里肯定缺人手啊。您看在我在这厂子里干了20年的份上，您赏我口饭吃吧，我不当技术指导了，我当个普通的机械工，我给您扫地都行啊。李远，咱们好歹是同乡啊，你总不能眼睁睁看着老哥哥去死吧？看清楚那上面写的是什么。我不管你家里有几口人要吃，我也不管你在这个厂里来了多少年。红星厂现在是一台精密的工业机器，不需要人情，不需要经验主义，更不需要一颗曾经试图炸毁整条流林线的定时炸弹。你就这么绝，一点旧情都不念？我的厂只认标准不认大爷。从你妄图拿集体的利益要挟我的那天起，你的旧情就已经被你自己结清了。李远啊，咱们这回步子是不是迈得太大了？10万件啊！就凭红星厂现在那几10台破缝纫机，菜冒烟了也干不出来。咱们非得去省城机械厂买那什么重型工业机吗？赵书记，规矩不仅是给人定的，也是给机器定的。红星厂要消化10万件的大单，必须进行产能升级。老式的脚踏总厂误差率5%左右，我要买的是带自动断线和微电脑控制重型机，我要把误差率压缩到1/1000。可我听说省机械总厂那是省里的心头肉都高，能搭理咱们这乡镇小作坊吗？现在是市场经济，谁手里有订单，谁手里有外汇，谁就是大爷。
这大厂的门槛就是高啊，连个倒水的都没有。你们就是那个什么红星镇来的，找我什么事儿？郑科长您好，我是红星镇的书记，这位是我们红星服装厂的林厂长。我们这次来是想采购500台最新的跃进3型工业缝纫机。500台跃进3型，老同志，你们乡下人进城是不是没打听行情啊？跃进3型那是专供省市国营大厂的设备，带进口马达的。你们一个乡镇皮包厂，缝缝补补做几个蛇皮袋，用得着这么好的机器？郑科长，我们做的是出口欧美的外贸水洗牛仔服，对针房的密度和机器的吃厚能力有极高的标准。我们需要最好的设备，钱我们带够了。外贸就你们，别往自己脸贴金了。我告诉你们，跃进3型没有现货，排单都排到明年后半年了。你们要是真想买，看见那堆货了吗？那是刚从省一厂淘汰下来的7/4式老机器，翻新过了，质量杠杠的。看在你们大老远跑一趟的份上，我做主，500块钱一台，卖给你们300台。7/4式，那不是10年前的老掉牙机型吗？而且500块钱一台，这比新机器也便宜不了多少啊！嫌贵，嫌贵，你们自己回家拿铁丝捏去。乡镇企业想在省里买机器，就得先消化我们的库存，要不然你们在全省范围内连个螺丝钉都买不到。林远，这地头蛇惹不起，要不咱们去外省看看？郑科长，你这是拿淘汰产能卡我们乡镇企业的脖子，用次品当正品卖，不仅破坏了市场规矩，也是在砸你们自己机械厂的招牌。你算个什么东西，敢在我的地盘教我规矩？保安，把这2个乡巴佬给我轰出去！红星厂是吧？我今天把话撂在这儿，你们厂一辈子别想用上新机器。渡边先生 ，Our machine is very good. You buy, we cheap. 王厂长，我代表的日本 GUKI 株式会社这次是来中国寻找高端代工合作伙伴的，不是来买你们的淘汰机器的。你们之前承诺引进了国际一流的组装线，我才飞过来的。结果你们连一台符合国际 ISO 标准的样机都拿不出来。厂长，这小日本是不是嫌贵啊？咱们再降2成。不是钱的问题，是参数，是标准。要求机器每分钟转速达到6000帧，且具备自动剪线和倒回针功能。你们厂的设备误差太大，根本不符合我们的图纸要求。Mr. Watadaba, they don't understand your standards, but I do. You are looking for a heavy-duty lock-stitch machine with an automatic thread trimmer, model equivalent to Juki DDL 5550. You speak English and you know our specifications? 不仅懂，我还能告诉你，你们为什么在中国找不到合适的代工厂？因为你们只注重机器硬件，却忽略了生产线的 SOP 程序系统降维。先生，请问您是哪家跨国公司的代表？我不是跨国公司的代表，我是中国红星服装厂的厂长。我手里有一份纽约直接下达的10万件高级细牛仔服的订单。这份图纸的传动轴设计过于精密，不适合目前国内的机油粘度标准。你们如果不把传动轴的公差放大 0.02 毫米，无论哪家厂代工，机器在连续运转8小时后都会发热卡死。这不是中国工人的问题，是你们的本地化参数没做调整。林先生，您是真正的专家，您刚才说的订单是真的吗？美国曼哈顿百货直接结算，首批30万美元外汇额度。我本来想拿这笔钱支持一下我们省城的机械总厂，但可惜郑科长说我们乡下人只配买淘汰的工业垃圾。郑建国，你他妈干了什么好事？厂长，我不知道啊，他就是一个乡镇皮包厂的，他怎么可能有外汇啊？渡边先生对你们 GUK 的最新型号很感兴趣。如果我用外汇直接向你们公司全款订购500台机器，并开放我们红星厂的 SOP 流水线作为你们在中国市场的样板展示车间，你们能给到什么价格？林先生，如果您愿意做我们的样板工厂，我代表总部承诺500台最新型工业称重机以出厂成本价供应，并附赠10位日本高级技师的免费上门安装调试服务。下周不，3天内，机器从天津港直接发往您的工厂。成交。赵书记，林厂长，千错万错都是我们的错。郑建国这个混账东西，我马上开除。你们那500台订单，能不能给我们厂分一点？哪怕是给你们做点辅机也行啊。看在咱们都是本省兄弟单位的份上啊。王厂长，兄弟即位不是靠施舍来的。等你们什么时候学会用参数代替权力，用标准代替傲慢的时候，再来跟我红星厂谈合作吧。现在你们的机器太慢了。同志，你找谁？丽人黄金标，海盛集团董事长林厂长，你们这破地方路可真难走啊，颠得我腰疼。黄总大老远从南方跑来，不是为了抱怨路况的吧？有话直说。林远，明人不说暗话，你们红星厂手里那10万件美国大单，还有那30万的外汇额度，我看上了。这200万是收购款，买断你这500台日本机器和红星厂的所有地皮。200万就想我们红星厂？黄总，你打发叫花子呢？我们光是那500台机器都不止这个价。老家伙，这里没你说话的份儿。林老弟，我查过你的底细，你在南方合资厂干过，懂行，你应该知道
就凭你们这群泥腿子，吃不下这么大的盘子。我的海盛集团有渠道有关系，只要你点头，这200万现金立刻归你个人。至于你嘛，以后就留在厂里给我当个生产车间主任，每个月我给你开1000块的高薪，怎么样？黄总，你打算怎么经营红星厂？还用问？你们这管理太扯淡了！我刚才进来看了一圈，你们居然还给工人实行什么8小时工作制，还给他们发这么高的季线工资，简直是暴殄天物！等我接手了，每天工作时间拉长到16个小时，那些动作慢的年纪过40的老娘们全开除，换一批15、16岁的小姑娘来干，工钱压低一半。至于你搞的那个什么 SOP 标准太繁琐了，稍微降点质量，出货量还能再翻1倍。做生意嘛，产量就是王道，美国佬能看出个屁的区别。黄总，带着你的钱从哪儿来，滚回哪儿去！你以为这是在跟你商量？我告诉你，我已经在省城拿下了地皮，我的孔厂下个月就盖好。你不卖，行，我拿钱砸也能把你的工人全挖空。到时候你守着一堆冷冰冰的机器，我看你怎么完成10万件的外贸单。违约金我让你赔得连底裤都不剩。好啊，我等着你来挖，门在那边，不送。春花大姐是吧？哎呀，早就听说你是红星厂的台柱子。林远给你开多少钱一个月？200、300，我给你1000，只要你带着你们 A 区的那400个熟练工跳槽到我在省城的新厂，我直接让你当副厂长，这可是5倍的工资啊！黄总，这钱真给俺？哈哈，定金，只要你点头，明天还有1万块的安家费。春花大姐，人为财死，鸟为食亡，林远不识抬举，你可别跟着他一棵树上吊死啊！林远啊，咱们咋办啊？听说好多人都动心了，要不咱们也涨工资，不能眼睁睁看着队伍散了呀。这2天镇上很热闹，有人拿着大把的钞票在饭馆里请大家喝健力宝，承诺给你们3倍、5倍的工资，要挖你们去省城。我不怪你们心动，出来打工不为了钱，难道为了喝西北风吗？但我想问你们一句，那个黄总承诺给你们1000块的高薪，前提是什么？前提是他要把工作时间拉长到16个小时，前提是他要开除你们身边那些年纪大手脚慢的姐妹，前提是你们去了那里永远都只是一头替他拉磨的驴，他随时可以用更低量的劳动力替换掉你们。今天我不给你们画大饼，我给你们分真金银。从今天起，红星厂正式推行员工持股与期权分红制度，工厂每年拿出净利润的30%作为分红池，不需要你们掏1分钱本金，按照岗位贡献 SOP 执行成活率和带土地的数量转化为你们个人的期权点数。只要你在红星厂干，你拿的就不再是死工资，而是工厂的利润分红。红星厂赚100万，你们分30万；红星厂赚1000万，你们就分300万。在这里，你们不是被雇佣的临时工，你们是红星厂的合伙人，是这家工厂的主人。现在如果有人想走，财务室的大门开着，当月工资当场结清，绝不阻拦。我春花以前是个连饭都吃不饱的村妇，是林厂长给了我资本模式销售，我怎么站直了挣钱？那个姓黄的老板给我1万块，让我去他那儿当副厂长，去压榨下面的人。呸！姐妹们，在那个黄老板眼里，我们就是换钱的机器。但在这里，我们是林厂长盖了章的合伙人，这是我们的厂子，谁他娘的也别想拿几个臭钱把咱们的根儿给挖了。我春花今天把话撂在这儿，谁敢卖红星厂，我第一个撕烂他的嘴。不走，不走，我们是合伙人，这是咱们自己的厂，滚他娘的海盛集团！老板，挖不动，根本挖不动。林远远给咱们搞了个什么期权分红，那帮老娘们全疯了，说自己是厂子的股东，刚才还拿着扫帚要把我们打出镇子啊！期权合伙人林远，你他妈是个疯子！哪有老板把吃到嘴里的利润分给泥腿子的？你这是破坏行规！走，回南方。林远，高啊！你这招期权简直是神仙下凡呐！不过，咱们真要分30%的利润出去，那得是多少钱啊？赵书记，财散人聚，财聚人散。一家伟大的企业永远不是靠压榨底层建立的。当 SPO 把工人的效率推向极致的时候，只有让他们分享到红星厂爆炸式增长的红利，这台机器才能永远不知疲倦地运转下去。黄金表以为资本是万能的，今天我教教他什么叫现代商业体系对野蛮资本的降维打击。准备一下，下个月红星牌牛仔服正式进军全国1、2线城市，我要让所有的传统国营商场看看什么叫加盟连锁标准化体系。1988年的春风吹醒了这座城市。当新的招牌挂上街头，人们驻足观望，眼神里是对明天的无限向往。一个新的时代悄然拉开序幕。乡镇企业就是乡镇企业，暴发户心态，花天价租下对面那个烂尾楼，我看他能折腾出什么花样。可不是嘛！听说他们那个叫林远的年轻厂长，就那么光溜溜的挂在铁架子上，这叫什么？这叫引人犯罪。白经理，
您信不信？不出3天，他那一店的衣服能被小偷拿个精光？哼，他们不仅砸了柜台，还招了一批17、18岁的小姑娘当售货员，没边没岗的临时工，能懂怎么卖货？卖衣服靠的是咱们这块国营第一百货金字招牌。他红星厂在乡下做点外贸再工也就算了，敢跑到省城来咱们抢内销市场，这是耗子给猫当伴娘，活腻味了。明天我们就将在这个省城的心脏地带打响全国零售战略的第一枪。很多人觉得我们砸了柜台是疯了，但我告诉你们，这叫开价自选。我要让顾客亲手摸到我们的布料，亲自穿上我们的衣服。林总，万一真有小偷怎么办？人那么多，我们盯不过来啊。问得好，因为传百货大楼没有系统，所以他们只能把顾客当贼防，而我们靠规矩。手册第3章第7条，防损与动线管理。我已经在店里设立了赛道分析与死角监控的站位图，全店划分6个网格，每个网格必须保证有2名店员形成视线交叉。同时，所有试衣间实行号牌核销制，拿2件衣服进去，发红色2号牌，出来核对回收。只要动线不出错，防损率就能控制在5%的硬指标以线。这5%的损耗，公司买单。你们不需要去当警察，你们要做的是服务。接下来考核最后一遍店员人设塑形与沟通标准。顾客进门怎么做？欢迎光临红星服饰，红星让您更精神。顾客如果对尺码不满意或者要求退换货怎么处理？手正面不甩脸，7天之内只要调拔网影响2次销售，无条件全额退款，态度必须比卖出去的时候更好。这本手册从店面选址的战略定位，到灯光摆放的世界搭建，再到你们话术的人设塑造，最后到督导部门的质量审核，全都在里面。明天我要你们用这套绝对标准的降维打击，把对面那座腐朽的大楼给我打成历史的尘埃。放音乐，开业。欢迎光临红星服饰。哎呦喂，这是进宫了吗？这闺女笑得我都不好意思了。大爷，您随便看，随便试，2楼有男装区。闺女，这衣服能摸摸不？摸脏了不用我赔吧？以前在对面百货大楼摸一下都要被骂半天呢。大妈，您不仅能摸，还能去那边的试衣间穿上试试呢。穿的不好看，绝对不收您1分钱。白经理，这不对劲儿啊！对面那破店里人都要挤爆了。我看那些从咱们大楼门口路过的人，全被对面那几手迪斯科给勾走了。邪门了！走，换便装，跟我去对面探探底。我倒要看看他林远灌了什么迷魂汤。欢迎光临。这什么破衣服啊！版型这么差，这线头都飞出来了。你们就是这么坑老百姓的？先生，非常抱歉给您带来了不好的体验。虽然这只是一根偶发的表面浮线，但它确实没有达到红星的完美标准。为了感谢您帮我们指出瑕疵，这件衣服我们立刻下架销毁。同时，作为补偿，这是我们红星的 VIP 9折贵宾卡，请您收下。好样的，这才是做生意的规矩，太局气了！以后买衣服就认准红星。经理，这帮人不是买衣服的，这帮人是怪物啊！他们怎么不生气呢？快撤！红星旗舰店开业仅1周，单店日营业额突破10万元大关，震惊了全省商界。第一百货大楼的服装部业绩直接被腰斩，连着半个月吃鸭蛋。林远不就是搞开降销售吗？我们也会。明天起，把那些挡人的玻璃柜全给我砸了，衣服全挂出来，不就是笑吗？你们明天都给我咧着嘴笑，谁不笑我扣谁的奖金。哎，手干净不干净啊？就乱摸，穷酸样，试半天也不买，浪费老娘表情。经理，出大事了！经理，怎么了？今天卖出去多少？没卖出去几件，但是丢了整整300件衣服啊！那些小偷假装试衣服，穿着咱们的新夹克，把旧衣服留在试衣间里就跑了。还有些老太太把衣服塞在菜篮子里顺走了，咱们根本盯不住啊！300件，那可是几万块钱的国有资产啊！完了，全完了。林远，你这套 SOP 手册太神了！不仅防住了贼，连对面那个不可一世的国营老大哥都被你干趴下了。赵书记，干趴下一个省城的百货大梨不值得骄傲，那是一具早就该被淘汰的僵尸。我要成立督导审核组，把我们在省城验证成功的这套红星服饰单店标准化做运营手册，像复印机一样复印到全国。从明天起，红星集团正式开放全国加盟，所有加盟商必须100%严格执行我们的建店标准、人设服务、冲突退换货以及质量审核流水线，哪怕是少对顾客鞠一个躬，立刻取消授权。
我要让这套绝对的工业服务规矩，随着红星的招牌，插遍全国每一个省会城市的心脏。各位领导，各位同仁，这几天很多人在私下问我，红星服饰凭什么能在短短3年内把年营业额从濒临破产的几十万做到如今的3个亿？很多人以为我靠的是运气，或者是买到了几台先进的日本机器，都不对。我靠的是一套绝对冷酷、绝不容许私人情绪干预的8段式标准化管理架构。第一阶段，战略定位，我们的门店绝不盲目选址，必须经过严格的人流量测算和消费力分析。第2至第4阶段，研发与架构并行，无论是世界观级别的品牌文化搭建，还是细化到一颗纽扣的供应链设计，全部在图纸上完成，绝不允许车间里有任何凭感觉的临场发挥。第5阶段，流水线逐笔制造，2000名工人只做自己节点上的那一个动作，将效率推向极致，大名鼎鼎的5%容错率。在这个节点，一切残次品必须被无情驳回、修改，甚至销毁。最后，第8阶段，润色与发布，统一的橱窗陈列，统一的欢迎华数，统一的售后闭环。这套系统里没有老把式的江湖地位，没有差不多就行的稀里糊涂，规矩就是我们红星唯一的王。我们用制度替代了经验，用数据填平了偏见，这就是工业化对小作坊的降维打击，这就是现代商业碾压传统人情世故的终极武器，将引领一个全新的时代。看啥呢，老王头？你这辈子还能买得起彩电咋的？电视里这年轻人可了不得，听说人家3年赚了几个亿。那红星专卖店前街就有一家，里面那售货员笑得比空姐还尊。他以前是我厂长。老王头，你这牛皮吹的可太没边了！你要是认识这种大老板，你还能在这大雪天里跟我抢着扫大街？快扫吧！没有我们这几把老铁刀，你一件衣服也做不出来。是我瞎了眼，是我瞎了。林总，522到全球采购中先生的副总裁明天落地，这是我们为他们定制的10万小时零瑕疵生产线标准协议，一切已经准备就绪。干得不错。林总，有时候我还在想，要是当年那天晚上王帮大拿他们没有罢工，红星厂现在会是什么样？没有王大拿也会有李大拿。旧的经验主义如果不在破败中毁灭，新的工业秩序就无法在废墟上建立。记住，春华，一个伟大的企业绝不是某几个不可替代的高人撑起来的，真正不可替代的永远是那一套能够让平凡人做出非凡业绩的规矩。那不是缝纫机的声音，那是80年代末90年代初中国地上最振奋人心的工业狂飙传奇才刚刚开始。